大家好，今天来介绍 AutoHotkey V2 语言的概述。首先会针对字串、热字串还有它的变数来做一个介绍。AutoHotkey V2 它语言的基本组成，在 V1 的时候，它是命令式的一个语法，也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像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写法，它是一个命令式的写法。那在一个命令的后面用逗点隔开，后面再传递它的参数。V2 已经变更成是表达式的语言了，基本上它是使用函数调用的方法在运作的。虽然有部分的函数也可以使用命令的写法，比如说这个 message box 后面也可以不用括号函数的写法来做操作，但是最好还是尽量能够使用函数调用的方法来执行。AutoHotkey 它的关键字是不区分大小写的，因此不管你是大写、小写或是大小混合，对 AutoHotkey 来讲都是当成是同样的东西。接着再来是档案的编码，建议要使用 UTF-8 带 BOM 的档案编码，对于中文会有更好的资源。接着来看一下 V1 的写法，来比对一下 V1 跟 V2 它语法上面的一个差异。MSG Box 它语法的表现的方法，还有它参数的顺序，其实跟 V2 都已经不一样了。各位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在 V1 的时候 Message Box 后面逗点可有可无，你看到的可能大部分都是有带这个逗点的。将来在 V2 里面后面这个逗点是不可以加的。还有它第一个参数是 Option 就是选项的内容，可是在 V2 的版本，它这个选项的内容已经放到第三个参数。各位在从 V1 改写到 V2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些小地方的差异。在 V2 的 MSG Box 里面写成函数的写法是像这个样子。首先第一个参数是它的显示出来的文字的内容，第二个参数是它的标题，第三个参数才是它的选项。这个选项的内容它有很多种组合的方法，各位可以从它的 Help 里面来得到更多 Option 的说明。最后就是刚刚的这个建议，在 V2 里面尽量使用函数式的写法。AutoHotkey 的注解基本上是使用分号，分号如果你是放在行内，也就是你左边有脚本的叙述的话，这个分号跟脚本叙述的最后一个字元中间至少要有一个空白，也就是你不能紧跟着叙述来直接打上分号。如果这一行就是只有注解的话，那左边有空白或是没有空白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要用多行注解的话，就是用斜线星号跟星号斜线夹住的这整个区块，最好这个斜线星号跟星号斜线都是自己就是一行。接着我们来说明一下字串的使用。字串可以使用双引号或者是单引号把它给夹住就可以了。因此字串里面如果有双引号要显示的话，就是在最外面用单引号；字串里面有单引号要显示的话，最外面就用双引号，以此类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使用双引号或者是单引号。在这个字串里面，它的特定的特殊字元是使用倒引号，也就是倒引号 T 表示是 tab， 倒引号 N 表示是 new line 一个新行。然后如果是 carriage return 就是用倒引号 R，form feed 就是倒引号 F。如果你需要输出大括号的话，就要用倒引号大括号。字串要连接起来是使用空白或者是点，请大家注意，它不是用加号。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范例。各位看到这个范例会觉得很奇怪，我写的明明是 AutoHotkey 的脚本，但是我的程式码区块却指定它是 C 语言。那主要是因为目前 AutoHotkey 的编辑模式里面没有 AutoHotkey 的程式码高亮显示的设定，它只有在预览模式里面才有脚本的高亮度显示，因此我就把程式码区块的程式语言改成了 C， 这样子它这个高亮至少看起来可以比较清楚一点点。那请大家注意，虽然我这边使用的程式码区块是用 C 语言，但是内容其实是 AutoHotkey 脚本的内容。首先在这边就先出现了一个变数，变数就是可以用来储存我们指派给它的特定资料的语言要素。变数的指派要用冒号等于，也就是要把冒号等于右边的内容指派给左边的变数来存放，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存取这个变数来取得冒号等于右边的这些内容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A 底线 YYYY， 这个就是 AutoHotkey 预设的内建变数。A 底线开头的基本上就是 AutoHotkey 的内建变数，它会根据不同的名称来取出不同的内容。例如 A 底线 YYYY 就是取出4个数字代表
今天的西元年度 A 底线 MM 取出月份 A 底线 DD 就取出今天的日数。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内容用点把它给全部连接在一起，因此 S Today 就会取出今天的系统日期，再使用这个 Message Box 把它给显示出来。它首先就是今天是，然后后面就是 S Today 的内容，也就是这一个年月日内容。后面就不使用变数，而是直接使用字串的方法把时分秒也给拼接出来。因此 A 底线 Hour 就是时数， A 底线 Min 就是分数， A 底线 Second 就是秒数。透过这样子的内容就可以把今天的日期给显示出来，把这个内容给复制起来到 VS Code 里面来执行看看。在这边先来产生一个新的档案，名称把它叫做 mytest-63， 忘了给副档名，重新再来一遍好了， mytest-63.ahk2。因为它已经辨识出来这个内容是 AutoHotkey V2.0 的档案，因此它就产生出了预设的样板，把刚刚复制的内容给贴进来。因为这个程式要执行很多次，如果每一次执行的时候产生新的实例的话会很麻烦，因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井号 single instance， 然后指定 force，让这个脚本它就是只有一个执行的实例。有了这个内容以后呢，记得把它储存起来，再点击右键再去执行它的脚本内容，或者是你直接按下 Ctrl F9 也可以。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Today 还有 Message Box 它执行的结果。其实我们还可以使用 V2 的函数叫做 Format， 这个 Format 就是第一个参数就是一个样板，后面再把它不同的参数填到样板面。样板的指定的方法就是大括号1就是表示第一个参数，大括号2就是第二个参数，以此类推。这个大括号6就是第6个参数，因此后面这个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第3个参数、第4个参数、第5个参数、第6个参数就依次填到这个1、2、3、4的区域里面。透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来改写了上面这种拼接写法了。最后也是一样再把它给弹出来，来执行一下它的内容，看看是不是正常的按照我们的指示来执行。内容全部选取起来 Ctrl C， 再回到 VS Code 里面把它贴上来， Ctrl S 储存一下，再点击右键执行。这是刚刚第一个 MSG Box， 后面就是使用 Format 产生出来的第二个 Message Box。接着我再来看一下多行字串在 V2 里面要怎么来写。多行字串就是在冒号等于的右边有一个双引号或者是单引号，它必须在冒号等于的右边，结尾括号跟双引号要独立的一行。多行字串它里面的第一行会是使用圆的括号，结尾要用圆括号结尾。因为现在必须使用字串的写法，因此在前后都必须加上双引号。在圆括号的里面就是要出现了多行的内容，你可以是一行、2行、3行都可以。其实它的内容就跟刚刚的 format 的内容是一样。下面这边就使用了 message box， 它的命令的写法就是没有这个左括号跟右括号的这个写法，然后用点来拼接中文的字串跟后面 format 的字串，这样子就可以产生出刚刚类似弹出 message box 今天日期、今天时间的写法了。这个就是使用多行字串它的语法。后面再针对变数做一些说明。AutoHotkey 的名称包括变数名称、函数名称等等都是不区分大小写的，它的最长是253个字元，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写这么长了。还有名称可以使用任意的文字、数字跟底线，请注意减号是不能当做变数的名称的，还有变数的名称不能用数字开头，这个其实是跟大部分的程式语言的限制是一样的。AutoHotkey 的脚本是动态执行的，因此它的变数是没有形别，所以变数可以随时变更它的型别，它可以是一开始是字串，后面可以把它变成是数值，在后面又可以把它变成是布林值，所以它是可以任意指派各种型别的。还有保留字不能当作名称，因此像 if、while 这些 AutoHotkey 的保留字是不能当作变数名称的。还有内建的变数会用 A 底线开头，刚刚已经看过的 A 底线 YYYY、A 底线 MM、A 底线 DD 等等，这些都是内建的变数。为了让程式更好阅读跟更好维护的关系，我会建议大家变数的名称使用这个匈牙利式的命名法，在变数名称的第一个或是第二个字元就直接使用特定的文字来表示它的型别。比如说字串的变数我们可以用 S 开头，
表示它是 string， 然后整数就是用 i 开头，表示它是 integer， 以此类推。透过这样子命名的方法，在看脚本程式的时候，只要看到了开头的几个字元，就可以知道这个变数的型别，那免得我们在使用上产生了问题。这样子建议是因为程式有可能越写越长，写到后面你这个变数的型别如果换来换去是不好维护的。那因此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变数它的型别一开始是什么，就一直保持这一个型别。那为了容易阅读，就透过这个匈牙利式命名法来对它做一些限制，让我们一看到变数名称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型别是什么。这个是在程式设计上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基本的 AutoHotkey 的语法了，后面先来介绍这个热字串，把 AutoHotkey 整合到我们平常的电脑操作里面。所谓的热字串 Hotstring， 也就是我们可以输入一个热字串以后，它会扩展成指派给它内容的表示方法，这个就是一个热字串。它的格式就是要用2个冒号加起来，冒号冒号开头，接着是你的热字串，再用冒号冒号结尾，这个就是你热字串的设定。它的结果就是在第2个冒号冒号的后面就是扩展后的内容，后面接着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还要再输入触发字元，这个触发字元通常就是空白键或者是 Tab 或者是 Enter 都可以来做扩展。后面先来看一下这个范例，我在这边指定了一个热字串叫做 MA， 就是用冒号冒号 MA 冒号冒号来设定，它的内容就是你的 email address。透过这样子的语法，我们就设定了第一个热字串，然后接着我们用逗点冒号来指定 email address。为什么我们需要用逗点来开头呢？那这边就是一个使用上的小技巧了。热字串我会建议大家用特殊的符号开头，来确保它不会跟我们常用的文字结合，造成了一个错误的扩展。如果是第一个这个范例 MA 的话，当我在输入的内容有输入 mail 的时候，这个 MA 呢有可能就不小心就会被扩展的。我们在使用上它当然不会被扩展了，因为后面语法它是需要触发字元，因此除非你在 MA 后面有补上空白 Tab 或者是 Enter， 要不然它是不会被扩展的。但是热字串它是有选项可以省掉这个触发字元的，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造成它错误的扩展。那为了方便起见我会建议大家就用很容易输入的特殊符号来做你的热字串开头的字元，这样子就避免了错误扩展的可能性了。比如说你可以用逗点或是分号或是斜线来当做你的特殊的热字串开头的特殊字元。后面我们就做了这几个范例来试一下它的执行的结果。回到 VS Code 里面，把刚刚的内容给复制进来，然后点击这个执行。那接着这个 message box 呢，又会弹出来执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用斜线星号斜线把它变成注解，它就不会弹出 message box 的视窗了。Ctrl S 再来执行一遍，你会看到它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它其实已经把这些扩展设定在 Windows 系统里面了。那这个时候再到 VS Code 里面来新增一个档案来做测试，把它叫做 test63.txt，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 MA 空白，它就会扩展出刚刚指定的内容，逗点 MA 一样会扩展出刚刚设定好的内容。还有逗点 AH 会输出 AutoHotkey， 可以来试一下。逗点 AH 它就马上扩展出了 AutoHotkey 了。那为什么这个命令不需要点击触发字元呢？因为我自己的 AutoHotkey 里面有这个同样名称的热字串了，结果它就执行到了我设定的内容。为了区别，我在这边加上一个2，然后我们再来重新执行一次这个脚本，然后接着再来看一下逗点 AH2 是不是需要触发字元。原先我的逗点 AH 已经先成立了，结果它就扩展出这个不需要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个把它改一下，比如说我把它改成 AA 好了，不会跟我原有的设定重复。好，所以就是逗点 AA2， 再执行一次，成功了。这个就是热字串最简单的使用方法。热字串的选项就是在开头的冒号冒号中间可以把选项给放进去，所以它的语法的格式就会变成是冒号，然后是你的热字串的选项，冒号，接着才是你热字串的设定，然后后面再冒号冒号，可以在第一个冒号的后面加上选项。在这边展示了2个选项，因为它的选项有非常多。第一个选项 X 就是来执行扩展后的文字，还有加上一个 O 就是可以省略掉触发字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范例，把这个今天
的日期跟今天的时间指派给 sFormat 这个变数，后面用 MessageBox 再使用 format 这个函数把今天的日期时间给弹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加上这个 x 的话，就表示它只是会把后面的内容整个输出，而不会执行。但是如果我们加上了 x 这一个选项的话，它就会变成是执行的。我们等一下来执行看看。第一个范例是把它给显示成 MessageBox 的对话窗显示出来。后面我们再使用的 send 命令 ，send 就是会把指定的内容给输出到荧幕。那这是第二个 DA2。然后后面这个.m2 是输出 email address， 但是用了 O 这个选项来省略掉触发字元，把这些内容给复制起来 ，Ctrl C， 再到 VS Code 把它的内容复制出来，再贴上。按一下 Ctrl S， 再按一下执行脚本，执行完了以后就可以用.da、.da2 跟.m2 来做测试。.da 这个是第一个，在.da2 是用 send， 它就会输出到荧幕，到时候就可以在笔记里面或者是你任何的文件需要今天日期时间，就可以直接输入.da2， 它马上就会输出今天的日期跟时间的。然后后面就是 .m2。这个 O 不是在输入的时候省略掉触发字元，而是输出的结果不包含触发字元。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做一下示范。这个是有 O 的版本，新增另外一个没有 O 的版本，然后把它叫做.m1， 再来执行一次脚本，再来做测试。我先把内容整个清掉。.m1 空白，各位可以看到，在整个输出的内容结果的后面，它会有一个空白会留着，因此我们的游标左边就会有一个空白。这个是没有加上 O 的结果，加了 O 的结果就是 .m2， 一样要输入触发字元，但是最后它的结果不包含触发字元，因此游标跟 M 中间就不会有空白。这个就是 O 的一个使用范例，它可以让输出后的文字省略掉触发字元。那这个是使用 O 这个选项达成的结果，并不是说不需要输入触发字元，不输入触发字元有另外的选项可以来使用。最后就请大家根据今天介绍的内容来做下面这个练习。你可以新增一个 ahk63.ahk， 我们用 ahk2 好了，然后.add 来输出你的一个地址，然后.dd 来输入简短的日期，它有分隔线的。.tt 来输出目前的时间，而且是有分隔线的。.d 也是简短日期，但是没有分隔线。.t 是简短时间，但是没有分隔的冒号。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AutoHotkey V2 的语言概述，包含了字串、热字串跟变数，请各位记得学习以后要做一下练习。如果各位觉得我介绍的 AutoHotkey 对于你在学习 AutoHotkey 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并且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